欢迎两位哈，新婚1个月吧？对，就领证1个月对吧？嗯，发现他欺骗你很多是吧？没错。哎呀，都欺骗你什么了呀？来说说吧，啊。包括他这个经济方面，然后也有欺骗我，而且他对我的态度很多也都跟以前不一样。行，咱慢慢说啊。他以前对我就可好了啊，然后生病了还给你送药啊什么的。现在呢，自己在家打游戏，打完游戏然后自己在家睡觉，这些东西都成为了他的第一首要任务。就我就被放到次要再次要。哦。就对我特别不在乎。行，还有别的改变吗？还有很多呀，比如包括以前他很多都是先答应我说的都特别好，然后到后面，然后现在就是完全都不兑现。就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两个现在不是说要结婚嘛，然后领完证了，很多这个婚礼方面还没有办，然后婚礼的事情包括这个饭店，然后一开始他跟我说那个酒店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然后请这个亲戚朋友过来，然后也会有面子。结果后来呢，我们两个人花了3、4个月去逛这个酒店，然后到最后订了个饭店，跟我说这个酒店各种不适合，还是饭店比较适合咱俩。然后我就白白跟他浪费了这3、4个月的时间。他早干嘛去？为什么早不跟我说呢？对吗？那时间怎么能叫浪费呢？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没结过婚，对吧？我们不是得了解吗？我们一开始是想奔酒店找，可是我发现酒店它要有服务费，而且场地费，包括菜品啊，都是好看而已，实际是根本就不实惠。那请朋友吃饭办婚礼主要还在吃嘛，办到了饭店比较经济实惠，大家也都高兴，对吧？不是，您了解的时间可太长了吧，3、4个月的时间。你要说酒店，咱一开始咱大大小小酒店一起逛了多少了，对吗？你要说一开始逛个2、3家，你觉得可能不合适，你早告诉我呀，对吗？你非要逛3、4个月之后你再告诉我，对吗？酒店这么多，我觉得3、4个月还不够用啊。不是，这个影响你们婚礼举行的日期吗？非常影响，您知道吗？您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求的婚吗？17年，现在都19年，快2020年了，对吗？2年的时间都不够他这样子准备。不是，你们不是才领结婚证吗？啊，对呀，17年就跟我求婚了，然后19年才刚跟我领证。你准备2年时间，我都不知道你这2年准备什么了，对吗？刚不是说了吗？那酒店2个人结婚那么大事儿，其他婚庆什么都要提前准备，都要提前定的。您快别跟我提婚庆的事儿了好吗？婚庆您就说我们这个婚礼这个婚车，对吗？那么小的一件事也不能如我的愿，就什么事情都一开始答应好了，哎，你想要什么样子，然后我都跟你的这个样子来，你想要什么样子就弄成你梦想的婚礼这样子。结果到现在呢，就换一个头车这么简单一个小事儿，然后人家都不行。不是我不行，是他说的那些根本就不好看，就不搭。怎么就不好看就不搭了？我喜欢的就不好看就不搭。婚车我们不是都提前定完了吗？他非要去改。人家婚庆都说可以改，怎么到你这就不能改了呢？我觉得不好看。这个车是人家婚庆出，对吗？又不是你出，人家说能改，怎么到你这就不能改了？加钱不？不加呀。不加钱就改了呗。关键是我们都订完婚车了，结婚那么喜庆的事儿，我们所有车都是红色的，他非要把头车改成黑的。那就那个车我就喜欢。我喜欢它就是好看，我就要头车是黑色的，这怎么的了？那你就认为你喜欢的都对，对吧？您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不能所有事儿都听他的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亲戚朋友、我同事同学都在，但是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要说弄成美女与野兽，不懂啥意思。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图片，他要穿一个漂亮的公主裙啊。这怎么的了？人家都有心意，人家是爱情故事好吗？人是童话爱情故事。我结婚让大家看故事、看笑话、看话剧。不是，那只是一个开场，对吗？我也没说让你穿呀，我可以说咱请2个舞蹈演员，对吗？表演一下，然后把咱俩引出来。我结婚，我还请演员。开场不怎么的了？我结婚，我是主角，我去请演员。我只是给你发了一个视频，对吗？我没有说让他完全照搬按照这个来，对吗？我只是说，哎，你看人家这婚礼很有新奇，很有新意。我家里那么多长辈，对吧？同事，我家里为我结婚付出那么多，让他们去看这个是吗？我是说这是有个心意，对吗？这心意也得基于现实，对吧？你也得考虑我的感受。怎么就不现实了？我不光给你发了这个，对吧？我只是说给你发这个样品这个视频，人家是怎么办的婚礼，希望你用你这个脑筋啊，然后你去帮我想一个新奇的婚礼，想一个新奇的开场。我希望我来的亲朋好友对我的这个婚礼觉得，一下子很难忘。然后过10年说，哎，人家的这个婚礼觉得办得还很不错，这怎么的了？我希望你可以想一想，对吗？我只是给你发了一下，我没有说让你完全照搬呀，对吗？你是让我想，你现在让我的脑袋去带一个这个，我怎么想？你这是偷换概念。我没有说让你一定要带这个，对吗？你的好多东西都不实际。按照我喜欢的来，又怎么的了，对吗？女生婚礼就这一次，我又不结2、3次。我不是不想按照你喜欢的，他喜欢的那些规模呀什么的，
包括吊顶全都用花海去铺，其他这边要放一个喷泉，那边要放一个马车什么的。啊我问过，人酒店可以做到，就对吧贵。不是贵，是因为头一天他那个饭店，人家其他人也要举办婚礼，要占用场地，我们这个要提前2天就布置好，人酒店不同意。啊，那你这些都是借口，就是不想给我办。但是你也得基于现实，对吧？人家婚庆都说可以办了，怎么就不现实了？婚庆说是饭店做不到，你就是不想在我身上花心思，对吗？我就说了，你说你这婚礼开头你给我吟首诗都可以，对吗？这样我也觉得很有新意啊！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说你这个婚礼想要怎么安排、怎么想，对不对？行，这婚礼的事儿咱们就过了吧。还有别的吗？我天啊，太多了！你知道说度蜜月这个事儿，哦，度蜜月啊。两个人说度蜜月，说我想去欧洲旅行啊，多浪漫呀，对吗？看看古堡，然后拍拍照片，那多美啊！你女孩子肯定是这么想，但是我们平时工作都挺忙，结完婚就那几天假，如果你去欧洲，路途遥远，时间长，到那玩也玩不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婚假，我们去周边的海滩彻底放松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想怎么海滩呀？怎么周边呀？谁们家度蜜月去国内游啊？你只要是歇假，在哪儿不一样吗？完全都是借口，并不是说什么时间不允许，其实就是没有钱呗。本来我们两个说的是把这个份子钱，然后拿去当这个蜜月的钱，然后结果我们两个这还没有办典礼了，就跟我说他的份子钱和我的份子钱都给他爸妈。你说跟我提出来这样要求，您觉得合理吗？我们俩还没办典礼，然后你就先帮我把这些都已经计划好了，是吗？并不是我说的不合理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办这场婚礼呢，我父母啊已经用了他们的养老金，所以我想在我们收上来份子钱之后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给父母养老金，因为我们还年轻，父母有一定的积蓄，我们两个人以后也轻松一点。我觉得我这样说也没有问题，只是他不能理解我。我这样子没有办法理解你，那你说是可以，你孝敬父母，然后我可以帮你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也是中华美德嘛，对吗？孝敬父母，那你份子钱都给你爸妈了，咱俩拿什么去旅行啊？不一定非要结完婚就去旅行啊，咱还能可以是好多事儿都说听你的。但是您知道，看他这脾气性格，我能惹他吗？我惹他那不就蟋蟀跟公鸡斗自己送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不就是欺骗吗？对吗？就是先答应着，然后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还答应我。我只能好多事儿先答应你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考虑，这是2个人的事儿。我可以先答应你，然后我们过段时间我再跟你去商量。你这不就变相欺骗吗？对吗？怎么叫变相欺骗？我满怀期待的，对吗？然后你先答应我了，过了1个月我再问你，那我当时如果不先答应你，你觉得会放过我吗？你？我怎么就不会放过你呢？你要把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。不吵了，不沟通就离婚得了。那不行，我们现在领完证了，不能离。那我这刚领1个月证，我怎么能离婚呢？那就好好坐下谈呀，吵什么呀？但问题你说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按照他的意愿来的。不是，我基本上已经听不下去了。房谁买的呀？房谁买的？我们家。你们家是你呀，还是你爸妈？爸妈。婚礼的钱谁办啊？父母。这啃老吗？你们有自己有积蓄，我的积蓄都给他拿出来呀，都给他当礼金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提礼金？您知道吗？这礼金真的是简直了。其实我们家也没有说要多少钱礼金，我妈都说了，说那个按照你们家这个经济能力来看，对吗？给多给少都无所谓，两个人互相相爱，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就可以，不要给日后的这个日子增加负担。然后这么说的。说完之后，他给我传达过来说给我们家20万，对吧？然后我肯定就认为是他肯定跟他父母经过他父母这个同意之后，然后才跟我说的。我肯定去跟我父母说了，对吧？然后我跟我妈说完之后，然后结果到这个真正要落实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了，说我们家可能给不了这些钱了。那你说你这样是不让我怎么跟我父母交代呢？你要不一开始别答应我，别告诉我，你就按照你的真正的经济实力告诉我不就好了吗？因为当时是这样，我是答应了他。他在彩礼之外还要我们家再出那个戒指钱，这个我觉得我有点做不到，所以当时在礼金方面产生了很多分歧。这叫分歧吗？这个戒指的事情在咱俩还没有谈礼金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对不对？我都跟你说这个戒指对我的意义，我觉得一个戒指就是应该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的承诺，对吗？我都跟你说过这个戒指一定要是男生跟女生买，你当时可以提前把这个戒指的钱留出来，然后从聘礼里面扣出来，对吗？然后你把扣出来的钱数，然后告诉我，我去跟我们家里说就好了。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？对吗？我都跟你说过这戒指对我很重要了。我不是已经买给你了吗？你拿什么买给我的呀？你自己说你拿什么买给我的？信用卡。啊，对呀，信用卡现在还了吗？我们领完证结完婚一起还啊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最受不了他的一件事儿。我们两个领完证之后，他告诉我说我还欠着信用卡。我说啊，我说欠了多少？怎么欠的？然后他就说，他说给你买戒指欠的。然后天天拿着我这个戒指说事儿嘛，啊，就天天说我这个戒指说事儿，然后说那个什么，那个你看给你买这个戒指，然后我欠了这么多信用卡，咱们俩婚后一起还，那是应该的。
因为是这样啊，当时给完彩礼钱，我们家就想让女方在彩礼钱里去出这个戒指钱，但是他不同意，他非得让我们家出，因为我想在婚前别造成婆媳矛盾，我才去动信用卡去刷的这个。就是说婚前不造成婆媳矛盾，好为离婚做准备是吧？并不是。你这就是欺骗啊！我听来听去就是男生埋了特别多的坑给这个女孩子。但是他想要，我就买给他，买完不是？那你经济条件达不到，你可以告诉人家，你说我经济条件达不到。他想要啊。那他想要你换头车呀，他想要你就按他的那个婚礼来办，你怎么现在不给了呢？是因为领了证了吗？是不是因为领了证了呀？骗到手了呗？你看一脸得意的。看没，现在就这样的态度，自打然后领完证之后就，我们先不说这事儿谁对谁错，只是说你这事儿做的不够地道。行，等于你所说的经济上的欺骗就是这些呗，对啊，是吧？戒指是刷信用卡，等于婚后一起还。现在等于什么都希望女方听男方的话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总是变相的说先答应着你，然后后面然后再让你去听他的这种想法，各种条条大道。当时为什么结婚啊？因为我觉得他人品还挺好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老实的人。不，这个就属于老实是吗？当时是这么觉得的啊。这不结婚之后，然后领了证，就发现他的很多东西都暴露出来了。现在双方父母知道你们这个情况吗？反正我跟我妈就简单的说了一下。你母亲什么态度？我妈就说那个看人家孩子挺老实的，我也不敢说的太多呀。你说的太多，你说家里人多担心。但是主持人，其实他家长跟我说的是让我多包容他，别去计较他脾气不好。你还计较我脾气不好？你这样子作为，你觉得我脾气能好得了吗？谁不爆发呀？其他的事儿我也不问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我相信观众也不想听了。就是挺美好的结婚这么点事儿，给你们俩闹的是够糟心的了。各让一步不就完了吗？你们听听老师怎么评价你们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哎，我听他们俩这个婚礼的设计啊，特别像逛淘宝店，男生给了一个卖家图，女生拿出一买家秀。然后现在在女生心里呢，男生那边已经全店飘绿了，啊，全是假话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姑娘，跟他离呀。那问题我刚领了1个月的证啊，不能离是吧？对呀，不能离，这事儿咱俩就得好好唠唠了。你看啊，前面那个婚礼也好，前面那个戒指也好，彩礼也好，那不都是结婚之前就谈定的吗？然后你才跟他领的证啊。那他都已经提了那样的要求，跟你说那些事儿都不行了，您不还是去跟人把红本拿回来了吗？现在咱在这儿说这有什么用啊？为时已晚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就说我们说婚礼啊，一般来讲我们是更愿意让女生来做决定的，因为她们更加的细致，更加的追求浪漫，更加的享受那一天的幸福时光。所以姑娘，你换个头车，我是支持的。你给你老公换个头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也没说一定强制他非要戴那个呀。任性。你们俩现在就杠在这儿，他越不给你什么，你越要什么。来，小子，这么能骗呢？为什么那个看饭店要看3、4个月，然后都不告诉他，咱不订酒店了，咱订饭店，不就是因为告诉他，他就不跟你扯证了吗？那个戒指为什么后来又自己刷信用卡瞒着他，把它变成你们俩婚后的共同债务？不就是因为告诉他，他就不嫁给你了吗？所以你这完全啊，就是把姑娘骗到手了，你之前所有说的一切都不作数了，你就是骗。我觉得在婚前大家要诚实以待，婚后我们才能携手余生。如果前面都是谎言，然后你的妻子在结婚1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对你抱有了不信任，那么未来的日子她会对你和你们之间的感情充满怀疑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咱们有多少钱，咱们就做什么样的婚礼，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真话，就说什么样的话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。小郭啊，你看你提出了我要一个很好的婚礼，没问题；我要很好的婚车也没问题；我要很好的戒指也没问题；我要去欧洲也没问题。你确认过他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吗？他都答应我了呀。不，这跟答应没关系。他有多少存款你知道吗？没有。他没有存款对吗？对。他家世背景非常好吗？
没有，也没有，对吗？嗯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偿付能力。但是我之前也支付能力啊，他就跟你说一下啊，我可以做到，你就相信了，是吗？你认为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你凭什么？我觉得一个男人凭什么任何一个人说出了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事情，你却会相信他呢？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他可以提前告诉我。重点是他提前没有告诉我呀。不，我问的是，你为什么没有去了解他的支付能力？因为我之前没有了解这些。对啊，是我们两个领证之后才了解的这些东西。对，那你们恋爱在谈什么呢？我不应该。你们恋爱在谈什么呢？谈恋爱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男的有没有承诺你的支付能力，你都不知道。你们这个恋爱在谈什么呢？感情啊。感情嘛，那你无所谓嘛。对，但他不能那还要借此干什么？退了，把信用卡还了。你现在跟我说感情，我觉得有物质的要求是可以的，很正常。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他有这个能力来满足你这个物质的要求，你才可以说我相信你的承诺。我没有在责怪，我只是在问你谈恋爱在谈点什么。你想一想，能听进去就听进去。对于你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倒不是说你人品有问题，我说你做事的方式有问题。你用的方法很简单，拖、骗、改，套路人家嘛。套路完了之后，哎呀，到最后这个差一点，那个差一点，把公司里面甲方乙方那一套拿到对待自己老婆身上，丢人不丢人？真诚一点，不要冲大头。你不是拿自己钱冲大头，你现在拿爹妈钱冲大头。人姑娘还真没有说啊，非要你怎么地呀？你不要答应人家嘛。所以啊，从头到尾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你要好好的、认认真真的认错。认完错之后，你要提出解决方案。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真心的告诉他，有哪几点我是可以做到的，我是可以让步的；哪几点我真的做不到，但是我以后可以补偿你。怎么补偿你？跟人家说，用真诚去打动人家，否则你们这个婚现在不离，以后也得离，就这样。郑先生、郭女士，到了这个结婚这一步，才会发现，哎呦，之前这爱情啊，什么是爱情啊？爱情就是给你们幻想，让你们去放飞自我的。那个时候什么都行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可是真正到了结婚的时候呢，就是把你们从天上拉到了地上，因为要真正去经历这些琐碎了。婚姻它更接近现实了，我们要真正坐下来聊住哪儿，房子怎么装，彩礼怎么给。当涉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如果两个人都是斤斤计较型的，然后呢又忘却了曾经在一起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那就会变得很麻烦。所以呢，你们在步入婚姻之前就应该想明白这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结了婚以后过日子，我们就要脚踏实地了。这日子该怎么过？我们不能忘了相爱的初心，但是也不能说走进婚姻之后就什么都不要了。其实你们两个人现在完全是在争夺婚后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话语权。女生在这个婚礼上要这个劲儿，不就是想以后你凡事都听我的吗？那男生现在也就是不愿低头，不愿意把这个位置马上拱手相让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。但其实以后谁说了算，这日子怎么过，我觉得商量来是最好的。你争这一时，在这个时候给你们埋下一个雷，日后婚后这个雷迟早会爆，爆了的那一天，这些事儿都会成为你们吵架的一些理由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好好想想，争这些到底是为了好好过日子，还是为了什么？好吧，谢谢二位。你也是没有那么精明，也就是表面上厉害，但是你今天在场上的所作所为和你那说话的态度，让我有两种感受。第一种感受让我后背发凉，第二种感受是让我心里变暖。后背发凉是因为你所谓的婚礼、欧洲行、蜜月，我一样都没给我老婆，所以我觉得我后背发凉，我很遗憾。
我心里变暖，是因为我庆幸我遇上了一个这么好的女人。聪明的女人不会去开价的，更不会讨价还价的，所以她才是无价的。你应该认为自己是无价的，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开价。如果一个真正想结婚的男人，应该主动跟女人谈条件，因为一个女人把这一辈子交给了你，你要给她幸福的生活，你应该主动的去跟她说你想要什么条件。只有那些不是真心想结婚的男人，才会动不动在女人只要说出我自己想要点什么，就说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女人。所以其实你第一应该坦诚，第二应该主动跟别人去谈这些。如果你们俩之间的一个结婚之间的商量是这样的，女生不开条件，男生主动就跟你谈这些问题，两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能办多少是多少，走到哪里是哪里，这个婚姻本身是有意义。那否则的话，你即便房子买了装修了，你野兽美女什么该办的都办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们俩哪里像新婚夫妇嘛？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应该暂时蜜月，不要度老，两个人先过一段时间的闭关期，各自去反省。刚才陆琪问你说，你婚前谈恋爱的时候，基础了解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男生的收入。我从来没有问过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不谈呢？我觉得那样会让人觉得你注重人家的布置。你看啊，你该谈条件的时候，该去了解一个人的基础条件的时候，你不了解。打了结婚证之后，你又来去开出一些你所不了解的情况。了解一个男人的收入本身并不在于你给予他的财产，那是一种坦白。那本来双方的基础情况就你在哪上班，你大概一个月收入多少，这是前几次见面就应该了解。如果你心里没有想要给予他财产的心，你又何必担心别人会猜你有这样的心呢？我觉得男生应该主动去和女生说这些啊。那如果他不说，你就应该问呢？什么都等着别人主动，现在自己被动了吗？你们好好想想吧。我觉得既然要结婚，彼此就不要藏着掖着，所有的一切摊在桌面上说。如果你们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矛盾之后，你发现我好像不是真的特别了解你，那索性咱们就把那些东西全扯掉，两个人真心以对的谈一谈，我们到底符不符合条件结婚。就这样。面子呀，为了要面子，最后就丢面子。你们现在所有的东西不都是面子吗？结婚前期，男人要面子；结了婚是女人要面子嘛，双方搏面子嘛，最后是一点面子都没有嘛。其实女孩大概有几个问题，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女生都有的，太理想了，就觉得我跟你谈感情，我不应该问你的收入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常识问题。跟一个人谈恋爱，决定要发展一段感情，咱们先不说结不结婚，是不是了解这个人的背景就变得特别重要。你首先了解他是个什么人呢？那这个人的收入是不是他的一部分啊？他的家庭关系是不是他背景的一部分啊？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为什么不问呢？我觉得这属于犯了常识性的错。这就是陆琪老师发火的那个点，我觉得是对的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女性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没这个，就那个思想特别极端，把事情全是割裂开来看的。认为感情我们就谈感情，什么都不谈，谈物质我们单谈物质，没有这么谈的。这都是什么思维方式？占便宜不是这么占。你到现在你说句实话嘛，他要换你头车，一定钱不一样嘛？一样吗？钱肯定不一样嘛。都结了婚了还不能坦诚一回吗？咱家没这么多钱，咱不弄这个行不行？真的感情在就不弄嘛，就走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开心嘛，婚礼是为了开心嘛。你说实话嘛，你现在还是骗嘛？就你现在要的所有的面子都是对外的嘛。女生要的面子什么一场婚礼10年后记得，记得你干嘛呀？现在综艺节目做的那么好的，10年之后都没人记得了，人家记得你一个婚礼干嘛？没人那么在乎。
就是两个人的日子。你到现在为止就踏踏实实的把双方的底都摸好就好了吗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是不是把你爹妈养老的本全折进来了，为了娶个媳妇儿？差不多了。你们再生个孩子，然后你们要再欠一屁股债，再出去玩办婚礼，你怎么弄啊，姑娘？你现在不得考虑未来的日子了吗？我要的这些东西只是希望他可以对我用心一些，我不希望说我说的任何的条件他全部都不答应。他没有一件事是为我努力去做的。所以你的表述有问题吗？我要的不是排场，我要的是你用心嘛。那现在咱们就这么说吧，姑娘，我把他面子给他撕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想为你用心的办一个你想要的婚礼，但是咱家没这钱，你能不能跟我委屈委屈？可以啊，说到底不就这个吗？他只要坦诚告诉我就可以啊，他坦诚跟我说就行自己听着啊。那你们看下面怎么交流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们一开始在一起，确实是很幸福，并不是我之前对你故意欺骗，只是有好多你的要求，我目前还没有办法达到。以后我会尽可能努力的，按你的要求全都听你的去做，但是你的一些脾气、性格，我也希望你能收敛一点。我觉得一个男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承诺，一定要有诚信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完全可以告诉我，但你不应该答应完我之后，然后再去否定你之前说的答案，这样我会对你产生怀疑。我觉得你这些都是欺骗，而且你之前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是很好的，一直很在乎我，但是现在就没有。现在也没有说不在乎你，只是我们结婚了，以后两个人要一起去共同承担。谢谢两位的分享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看看他们这对新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它是爱，云淡一定会这么快，发现已经在将爱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真手天使，唯我能独占，没有谁